含道比能达到20的渐冷回热循环发动机。之前火力军聊过变循环发动机、脉冲爆震发动机，这些都是通过优化循环方式研发出来的新型发动机。事实上，除了这两种发动机，还有什么渐冷回热发动机、齿轮传动涡扇发动机、桨扇发动机等等。变循环爆震的优势就是跑得快，而这期视频的主角渐冷回热发动机的特点就是含道比更大，噪音更低，红外特征更小，而且还省油。技术成熟之后，渐冷回热发动机的含道比能达到18到20，超过现役所有的涡扇发动机。现在能达到这个阶段的也就普惠的 GTF， 现役的 GTF 发动机的含道比是12。但普惠和 NASA 合作，已经在风洞中研发了 GTF 进化版含道比18的试验发动机。不过 GTF 是齿轮传动涡轮风扇发动机，与渐冷回热发动机还不太一样。问题来了，渐冷回热发动机是如何工作的？最大的作用是什么？从航空燃气涡轮发动机诞生之后，提高效率，降低耗油率，降低航空运输中的燃油成本，就是各国相同的目标。对已有发动机型号进行的改进，基本上都是围绕如何降低耗油率。有新型发动机的时候，评价它先进性的指标就是耗油率在数值上降低了多少。不过，目前发动机部件性能提高的空间已经很小了，发动机循环参数的提高也受到限制。可行性最高的就是研究新型热力循环航空发动机。渐冷回热循环发动机就是革新热力循环的一种。技术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德国为了增加 Me-264 轰炸机的航程，在1943年提出了热交换发动机的概念。不过，该发动机并没有被制造和试验。同年，英国为了降低商业航线飞机的油耗，增加航程，首次将回热器安装在航空发动机上。1945年底，第一次运行时损坏，计划终止。之后出现了很多带回热器的航空发动机概念和试验发动机，比如美国的 T56A7、T63A5、T78A2 回热发动机。德国的渐冷回热桨扇发动机概念，前苏联的 AL341 回热发动机等等。其中 T63A5 在1967年10月被安装在一架 YON-6A 直升机上，进行了50小时的飞行试验，也是回热器发动机唯一的一次载人飞行试验。不过在20世纪之前，常规循环航空发动机水平还可以，同时轻质高效换热器技术没有取得突破，加上燃油价格和环境压力也一般，各国对于新发动机的研制并不是很上心，民用渐冷回热航空发动机研究基本上停滞。不过因为渐冷回热技术可以降低红外信号，有潜在的军事用途，各国都提出了大量的无人机和直升机用渐冷回热航空发动机的概念。只是这些发动机绝大多数都只是进行了概念验证和方案论证，并没有制造和试验。直到进入21世纪，因为能源压力与环境污染问题，渐冷回热发动机才成为了香饽饽。为了进一步提高航空发动机的热效率，欧盟提出了很多关于渐冷回热发动机的计划，比如 FP5 下的 Clean、FP6 下的 New AO 计划，以及 FP7 下的 Clean Sky。直到这个时候，渐冷回热发动机才算是进入高速发展期。渐冷回热循环发动机其实就比普通的航空发动机多了2个零件，在高低压气机之间增加一个渐冷器，在排气出口增加一个回热器，多了2个环节：渐冷环节、回热环节。聊之前要先知道燃气涡轮发动机的一个特点。提高发动机的循环参数可以提高其热效率，降低耗油率。通俗的讲，提高循环参数后，单位流量产生的推力或功率增大，发挥了规模效应，降低了基础损耗在单位推力或功率上的分摊比例。上面说的循环参数指压气机压比和燃烧室出口温度，并且主要指燃烧室出口温度，也就是涡轮进口温度。懂了这个就能明白渐冷回热发动机是如何降低油耗、提高含道比了。首先，渐冷器和回热器。渐冷器位于发动机外涵道，通过管路将发动机风扇出口或者压气机中间级气流引至渐冷器，与外界大气进行热交换，
以减小压缩功。回热器位于喷管内，通过管路将燃烧室进口气流引至回热器，与喷管内的气流进行热交换，提高发动机的热效率。工作流程就是进口空气经低压压气机压缩后，通过渐冷器进入高压压气机。渐冷器降低了空气进入高压压气机时的温度，容积流量缩小，进入高压压气机中进行压缩时，功率消耗降低，温度提升。同时，因为渐冷器降低高压压气机的出口温度，这就增加了回热器两侧空气和燃气的温度差，等于说在同样进口条件下，输出给风扇的功率增加，提高了发动机的循环参数，从而提高了发动机的热效率。回热器设置在涡扇发动机低压涡轮出口，用于对高压压气机出口气流进行加温，加温后再返回燃烧室进口，从而减少燃烧室的燃油消耗。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只单独使用渐冷器，发动机热效率就会降低，因为渐冷器从循环中带走了热量，只有和回热器一起使用，才能在提高比功的同时又提高循环效率。同时，在使用时要考虑结构和布置。简单循环燃气轮机中燃烧产生的热能，有近70%随排气而损失。回热器回收废气中热能，使循环具有更好的热效率。不过，为达到一定的换热效率，回热器的体积有可能变得很庞大，可能会造成很大的压力损失，最终抵消渐冷回热循环所带来的收益。所以，具有应用前景的渐冷回热发动机，应该是在结构和重量代价下，在不给发动机核心流造成额外的压力损失的基础上，实现渐冷回热循环，才能提高发动机的推进效率。值得一提的是，渐冷回热循环发动机不仅能用于航空，也能用于舰船。在海军舰船动力和工业生产上，出现了很多使用回热器技术的燃气轮机，比如英国 RM60、美国的 WR21、LMS 100，其中 WR21 渐冷回热循环燃气轮机算是现代舰用燃气轮机的代表人物。1946年的时候，劳斯莱斯公司就跟英国海军签订了生产舰用渐冷回热燃气轮机 RM60 的合同，并在次年开始研制，要求机器在整个功率范围内有低的耗油率。RM60 设计功率4400千瓦，寿命1000小时，燃气出温827摄氏度，增压比18，这在当初都是比较高的。1954年在灰鹅号炮艇上进行航行试验，实验结果表明 RM60 虽然有良好的部分复合性能，却使发动机的购置成本大大提高，且体积庞大。回热器方面也存在问题，像燃气侧烟灰沉积使回热器效率下降，渐冷器凝出的水滴对压气机叶片产生侵蚀等等。另一方面，由于简单循环燃气轮机在结构和布置的紧凑性方面更好，加上当时人们对巡航加速相结合方案更感兴趣，渐冷回热燃气轮机没能进一步的发展。从那儿以后，舰用燃气轮机基本上都用简单循环，第二代燃气轮机也发展起来，其工作参数及各项性能指标比第一代均有很大提高，但是它上限很低，没办法进一步提高燃气轮机的工作参数，而且无论工作参数有多高，在低负荷时燃耗率不行的问题也无法解决，这是简单循环没办法克服的缺点。所以从80年代开始，美国就转向了对渐冷回热循环燃气轮机的研究。这个时候的燃气轮机和热交换器方面的技术已经 OK 了，渐冷回热循环能在达到最高的循环效率，结构也比较紧凑，特别适于舰用。1991年，美国海军实施了 WR21 渐冷回热燃气轮机的研制计划，目的就是节省25%甚至更多的燃油。到1994年和1995年，英国和法国也加入了 WR21 的研制。WR21 燃气轮机是以 RR 公司的 RB211 和 Trent 民用航空发动机为基础，通过修改母体航空发动机的部件，把渐冷回热技术引进到简单循环发动机结构中发展来的。跟原本设计的一样， WR21 最大的优势是耗油率低，渐冷器能降低高压压气机进口温度，也就降低了压气机的出口温度，
这样就能提高回热器的效率，减少高压压气机转子加工量。在空气进入燃烧室之前，回热器就能回收燃气轮机出口的余热，对空气进行预热，从而降低了耗油率。WR21 算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船用燃气轮机，节省更多的燃油。在21节和17节航速的时候，与简单循环船用燃气轮机相比，WR21 可节约燃油分别是27%和30%。在11节航速的低负荷时， WR21 的节油可以达到40%。加上其平摊的燃油耗油率，更适合用于综合电力推进系统，也就是 IFEP 或 IPS 系统。而且结构也不错。WR21 有其独有的中间冷却器、回热器以及管系附件，要比简单循环燃气轮机增加更多的空间与重量。但 WR21 的设计布局巧妙，结构紧凑。WR21 有着与 LM2500 模件完全相同的长度、宽度，其最大高度仅比 LM2500 模件高出 1.74 米。应该说，为了获得回热所带来的巨大收益，这些付出还可以接受。通过适当的总体设计，就算是排水量在3000吨以上的护卫舰，也可以解决布置问题。WR21 的低油耗、出色的部分工况特性以及其模块化设计和高可靠性，引起了各国海军的极大关注。WR21 的第一份订单就是英国的 Type 45型驱逐舰配套。除了美英法3国，荷兰 LCF 迪泽文级导弹护卫舰也装备了 WR21。可以说 WR21 就是当时舰用燃气轮机的代表，而且舰冷回热技术的应用也算是广泛。目前舰冷回热循环技术在军用航空发动机的应用，主要是通过降低油耗率来增大飞机的航程，通过减少发动机的排气温度，从而减少红外信号，增强飞机的战场生存能力和突防能力。从这个方向考虑，无人机、导弹是不是也能用？比如无人机和无人战斗机使用回热小型涡桨发动机和回热小型涡扇发动机，高空无人机用舰冷回热小型涡扇发动机，巡航导弹用回热小型桨扇发动机，增加射程并且减少红外辐射。当然，就发展潜力来看，舰冷回热发动机没有脉冲爆震、变循环、超燃冲压这一些个追求速度的发动机大。毕竟舰冷回热发动机更多的还是用于民用，追求更高的效率、更低的噪音。而且舰冷回热发动机带来的重量的增加、流露的压损以及设计复杂度会抵消效率的提升。在航空发动机上的前景一般般，在地面燃机比较合适。比如美国的 M1A1 坦克上的 AGT-1500，而脉冲爆震、超燃冲压这种基本上都是结构简单、跑得还快，动不动都是高超音速，10马赫、20马赫，战斗机专属。舰冷回热发动机的速度一般，没办法高超音速，大多用在运输机、直升机、客机这上面，受到的关注比不上战斗机，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它的发展。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舰冷回热发动机能用在什么地方？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如果视频内容有不对的地方，各位也可以在下方留言。我是火力军，下期见。